我让你们动了吗？天南修仙界熙熙攘攘，大大小小宗派势力不计其数，寻常修士游历一生，也只是管中窥豹，不见其全貌啊。是啊，化神期的修士已是很久没有出现于世间了。元婴修士作为此界修行顶点，所处境界又与低阶修士大不相同。每一个元婴修士都是一个宗门的顶尖战力，也是一个宗门能否延续的保障。有道是元婴之下皆是蝼蚁，此话虽不中听，但却是事实。就好比现如今的韩老弟，作为我落云宗的元婴太上长老，可以调配整个宗门全部的力量。各种妙处，韩老弟日后可以细细体会。难怪元婴之间斗法都是一触即止，很少决生死。谁又愿意放弃这唾手可得的门派特权呢？是啊，所谓门派阵营，无非是元婴修士争夺资源的口实罢了。你看历次修仙界的大战，死过几个元婴修士？当然，与那些木兰蛮子的争斗可不算。元婴修士占尽天南的好处，但相应的代价就是要抵御外界的侵袭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也算是天行有常了。元婴修士也有身份高下之分，似乎又不全在修为。没错，实力、势力、潜力缺一不可。目前能影响天南格局的，还是这10大宗门和10大修士们。正道太真门的至阳上人，魔道合欢宗的合欢老魔，九国盟化翼门的魏无涯，为天南仅有的3大元婴后期修士，人称天南3大修士，也是各自阵营中真正号令之人。合欢宗合欢老魔不是那云路，是另有其人。至于我天道盟的盟主，则是由栾明宗的龙寒、凤冰2位道友担任。此2人乃是一对道侣，皆是元婴中期巅峰的强者。2人联手，不逊3大修士太多。除此之外，像正道的天机门浩然阁，魔道的鬼灵门玉灵宗，还有天道盟的霓裳斋古剑门，均是各势力的核心力量，皆有元婴中期强者坐镇。至于九国盟，则比较特殊，这些年吸纳了不少中小门派。鬼灵门，哼，还有账要给他们算。除了这些大宗门的隐士长老之外，还有些成名的散修，也最好不要轻易招惹。比如那天恨老怪，性情古怪的很，一言不合就喊打喊杀的。不过韩老弟无需太过担心，像你这般年轻便进阶元婴，想必很快就会声名远扬，届时大家都会对你有所忌惮，不敢妄自挑衅。哎呀，有道是人的名，树的影。若是靠名声也能化解些不必要的争斗啊，于人于己都不算坏事啊。果然，门派的做事方法与散修迥异。韩某以后可要时常与2位兄长论道，增长见识。好说好说，韩老弟，一家人不说2家话啊。到时候天天城内各方人物势力汇聚，说不定韩老弟就都能亲眼见到了。不过距交欢会开启还有2年，不知韩老弟
有何打算啊？在下元婴宁行完毕，打算先去周边游历一番。曾经许诺他人的事情，也要去完成了。如此甚好，这道心圆满，不生心魔。韩老弟呀，尽管去吧。若遇到什么事，记住，你身后还有我们。客官，您的菜。好。去！韩兄弟，为何对这凡人神识探查呀？难道看那小子不顺眼？这店小二也是身具灵根之人，虽然资质不太好，但是修炼到炼气3、4层还是没有问题的。灵根呐！韩兄弟竟不用接触，一眼便能看出，当真是神通惊人呐！惊人！谬赞！我这点微末道行哪称得上神通？只是恰巧修习过一种秘术罢了。如同这小二这等低劣资质，就算进入修仙界，也是受人欺凌的命啊！还是得寻个靠山才是。就像我等来到这紫道山，不也是想借着为夫家老祖贺寿之际，寻一番大造化不是？而且听说那魔焰门也有使者前来，我们可得好好表现。不过韩兄弟，你说你来自虚国，怎么不去投奔鬼灵门试试运气？为何要来咱元武国呀？鬼灵门眼高于顶，韩某就是想去，也是入门无路啊。也不容易啊。哎，不过韩兄弟放心啊，来了元武国，找咱哥俩就对了。对呀，如今这世道啊，咱们这些散修只能抱团取暖了。二位道友先吃，我先回房休息。大哥，哎呀，散修哪个散修妖间有那么多鼓鼓囊囊的储物袋呀？就他那口飞剑，一看就是顶阶法器，多半是哪个小宗派的弟子。哎，大哥说的对。这姓韩的小子再怎么激情，也绝对想不到，咱哥俩是隐瞒了修为的。哎，以我二人筑基中期的实力，那么也他一个筑基初期，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儿啊？对，这小子撞见咱们彭毅双兄，只能算他命苦了。受不了了，这俩好聒噪啊！直接砍了吧！和200年前泰南小辉那是一样，又是这套坑害散修的把戏。先不着急，看好戏吧。这傅家族内的3位结丹修士倒是不足为惧，不过还有些核心族人已然加入了魔焰门，这还有点棘手。若是放跑了一些人，去到六宗那边，再死灰复燃呢？那可无法履行当初对辛如印的承诺。这紫道山上毒瘴缭绕，若是不知情的凡人误入其中，恐怕会葬身于此吧。嗨，每年死在傅家这毒云紫瘴阵中的凡人也不算少数了，算他们运气不好吧。毒云紫瘴阵，韩兄弟没听说过这毒云紫瘴阵？嗨，这傅家呀，为了立威，
请得数位阵法师联手布下此阵，路过的凡人呐，只要踏入此阵，不出3日，便会全身溃烂而亡，尸骨无存。好个草菅人命的家族！韩兄弟，这山谷深处还有一处绝景，其中溪流清澈，奇花遍地。所谓狼环仙境，也不过如此。主人，在前面确实还有个深谷，不过里面隐隐有静止的灵气波动。这俩人不愧是坑人的老手，准备功夫没少做呀。照这速度走过去，天色都晚了。罢了，不装了。二位，我看这里风景也不差，还人迹罕至，咱们也不用去什么深谷了。若在这里抱起杀人，再来个毁尸灭迹之举，根本不会有人打扰，也不会有人发现的，对吧？对，不对，韩道友，难道是有什么误会不成？真有意思，想不到在这儿打个盹的功夫，竟然还能遇到杀人魔头。什么人竟无法探知位置？不过真是好笑啊！两个斗鸡期的小东西，竟然要打劫一名元婴修士，难道是我还未睡醒？是谁装神弄鬼的？啊，哪来的元婴修士啊？肯定是他，他让同我跪下我们啊！此人到底是何等修为？以我修习了大眼诀的身世，竟无法探知其踪迹。你两个重金小辈就别费力了。姥姥若是能让你们寻到，不如一头撞死算了。这位元婴修士神识倒是不差，若是在墙上那么一分，就能得见姥姥真容了。不过姥姥现在有点饿了，要不你们麻利些让我吃掉。前辈饶命，前辈饶命！小的永远不识泰山，小的永远不识泰山。二弟，你干嘛呀？还要跑啊！元婴修士面前你跑不掉的。前辈饶命，都是他的主意，让我没半点关系。前辈饶命啊！前辈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前辈饶命啊！饶命啊！真是浪费，即便是筑基修士的元神，也算是小补之物啊。阁下不必藏头露尾，在下这就将你揪出来。你怎么发现我的？我这旋光化五诀根本不可能被元婴初期识破的。竟然这样就炸出来了！啊，原来你手炸呀！你棒！不知你的元婴吞噬起来是何滋味啊？什么妖物来了？今年这太监太爽了！通过吞噬元神提升修为，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不要急，那姥姥吃了你不就知道了吗？你说姥姥要是吃了你，会不会立即进阶元婴中期呀？
吃得下，便来试试吧。来呀！这次，这不是地级神雷吗？这可是不得了的好东西啊！区区元婴初期，竟有此等天才地宝。不过，姥姥我修习的可不是什么魔功，这东西对我没用。不错，不过还不够。那就再来。都说了，这雷对姥姥没用，你这个家伙怎么还不死心呢？干什么？快放我出去！让你不算！将辟邪神雷凝化成网，用以困敌，恐怕是自这金雷族现世以来头一次了。若没有个10来节竹子，可编不成这么大的雷网。无论是前蓝冰焰，还是风灵镜，辟邪神雷都能将其困在其中，说明此雷除了对魔功邪术天生克制，还有封锁灵气的奇效。快不管我了！你给放我出去！我不一定跟你抽魂炼魄，让你上坟！抽魂炼魄，生不如死。看来你还不理解自己的处境，那就好好清醒一下再说吧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此物。主人，主人，这是请帖。走吧，吃席去。嗯。玉玺消失了。来人！连续元武国周遭的全体弟子，3个月内若找不到逃脱的至木灵婴，就将罪归法，自裁一谢吧。一定要小心行事，千万不要让其余几派察觉。是，东门大长老。等等，还是你和云芝亲自去一趟吧。你2人都是木属性灵根，本就与那至木灵婴相近，若是靠近了，说不定能感应到。行事仔细些，那禁锢灵婴之人实力不弱，一旦发现其踪迹，我必亲自出马，未定会此了。遵命。恭喜啊！行。
欢迎道友，你们请。前山观李道友，上等灵职一株。巨鲸帮宋道友300灵石。那余年正魔之争，不知倾覆了多少宗派家族，不然断不可能有如此多的筑基三修。哎呦，大人物来了！欢迎魔焰门2位前辈。这就是结丹大能吗？可真有气势啊！就是啊。2位前辈，里边请。哎，这边。小梁啊，我听说呀，傅家早就把大名鼎鼎傅家收那么多，给这2位长老做妾室了。说来也怪，你说这傅家哪来这么多的貌美后人？据说这傅家家中有个癖好，每逢寿宴就必纳新妾，如此一来可不是子孙无数。对了，这傅家家主今日还尚未露面，哎，说不准呢，正在那逍遥快活呢。族长，大喜的日子，您别太过悲伤了。悲伤个屁！傅天成那个家伙，这些年吃了家族多少的资财，才在白桥院安心坐稳了长老之位，本该是我傅家隐藏的退路。如今天道盟的门路断了，虽说有魔焰门庇护，但还是要与玉灵宗搭上关系才好。唉，三弟啊，不知为何，今日里来，老夫总觉得心神不宁，仿佛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一样。咱们傅家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厉害角色或大宗大派呀？前些年咱得了魔焰门的助力，不是已经将国中那些家族都屠戮殆尽了吗？即使有人嫉恨咱们，也兴不起什么风浪了，大哥。可惜没有做到斩草除根。比如说那个秦家，大哥且看，这是什么？秦家的镇族法宝。大哥，前几日我探到了他们的藏身据点，带着族人和嫡系弟子，将他们都给宰了。秦家绝了！哎，不尽然。秦家家主的小女儿，自是要给大哥留着的。但是那丫头吧，迫不识抬举，让我废去了修为，封住了拜海。我傅家家主的400寿辰，自然是要喜上加喜。好了，大哥，咱们上去，宴席快要开始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走。没想到你傅家除了依附于魔焰门之外，还与其他魔道门派暗通款曲，怪不得能在这元武国只手遮天呢。是哪位高人莅临傅家？小老儿傅天化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远迎就不必了，本座今日是不请自来了。探不出丝毫法力波动，难道是？不要轻举妄动，此人极有可能是元婴修士。适才本座神识扫过，发现整个傅家以你2人修为最为深厚。前辈折煞我等了，元婴高人大驾光临，傅家自是蓬荜生辉。你就是傅家老祖？不敢，在前辈面前，晚辈怎敢称什么老祖？晚辈傅天化的确是傅家家主，不错。没认错人就好。既然是来讨债的，
自然是要跟当家的打个招呼了。讨债？啊，前辈说笑了，晚辈今日是初次得见前辈尊容啊。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起了误会？自然不会，本来是应该给尔等说清楚的，免得到了下面都成了冤死鬼。但你们二人小动作实在太多了，压根儿不让本座好好说话呀。那你们就先下去吧，傅家剩下的罪人我会一起送他们上路的。此人要灭我傅家满门，何足贫了？你金鱼土遁术，那个逃走的就交给你处理了。主人放心吧，行月去之就会。震足灵兽。也罢，让我看看你们到底还做过多少恶事。此人是什么来路？傅家又何曾招惹过元婴老怪？而今之计，只能先逃了。是去魔岩门，还是玉灵宗呢？可恶！阁下的土遁速度实在太慢了，不如将头颅交予我，让小女拿给主人复命如何？为什么？你们是什么人？你都快死了，还问这些做什么？什么？先别杀他。啊？真不杀啊？把他给我带上来。你的运气真不好呀！傅家这两个老狗啊，平日里倒是夜伏不浅啊，都是些上好的炉底，说不得啊，就是用来笼络我等的。哎，关氏，啊，这家主为何还不露面啊？诸位久等了，家主即刻就到。看来今儿个家主又要抱得美人归了，不知是哪一家的佳丽呀？喝！哎，来！哟，六月飞雪，少见啊！我跟你说，秦家少夫人，这叫一个笑话，是吗？等，有人！什么人？给我站住！聋了吗？让你站住！站住！啊！哎，傅家撒野的情况！这难道是秦家余孽？陈当司，你们就一个人，杀他！什么声音？是有人在惨叫，怎么回事？这是。
诸位贵客见谅，定是外面卫士饮酒嬉闹，诸位稍歇，老夫这就去严加管教。开启禁制，速速去请老祖！欺人太甚！当我魔焰门不存在吗？蛇头小小，敢来此闹事！老祖！小小，倒也没错，在下不过是元武国中籍籍无名的一介散修，今日前来只为一事，向你傅家讨还公道。如意，林行，怎么回事？我家那些人，他们索性要我娶回来了。别哭了，快把药吃了。林行，不要！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夫君，前几日韩前辈来看你了，如音已将传送阵修好，交予他了，总算是完成了此前的约定。此前总是说你莽撞，现在你不在了，如音也时日无多，就让如音也像你一样的莽撞一次吧。这几日用阵法连回我傅家6个堂口的就是他，这人什么来路？嗨，谁知道？你看，为了活命，这婚服都主动穿上了。大哥，人给你带回来了，是个美人儿。让我仔细瞧瞧，究竟是何人敢在老夫寿诞前撒野？哦，真是个俏姑娘。不过，费尽心机进入我傅家堡，意于何为啊？快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何有那许多高明的阵法？是哪家派你来的？秦家还是胡家？有说！大哥，妈，手下留情！你要替他求情？大哥，你且听我说嘛。此女身上必有隐秘，既然已经落在了我傅家手上，自是要废除修为，封住百海，慢慢审一番，再送他上路喽。再说，大哥若是看不上此等货色，那也让兄弟们沾沾喜气，不是？俺们神士怎么在此？沾沾喜气，沾沾喜气！今日只会讨还公道。以身练阵，哼！我可是傅家家主，只要我还在一天，傅家数百年的基业，就没人可以撼动。傅家的人，都给我滚出来！
听好了，从现在起，1个时辰之内，任何人不准踏出此厅，否则杀无赦。好好看着，可别死得太快了。废除修为，封住百海。错了，是我父亲错了，求求你，求求你了，生儿知错了。家主，救救我们！我们错了，饶了我吧！我们错了！别抓我！别抓我！故齐云霄之情，心如烟。今日便是傅家的末日。云霄兄弟，如茵姑娘，这杯喜酒，韩某补上了。此处便是至木灵鹰最后出现的地方。此等凶物，究竟是何人能在没有专门法宝克制的情况下将其拘禁？柳师叔，这里离傅家堡很近，我们也曾向傅家堡问询，但是傅家随即便被灭族了。莫非灵鹰落在了魔焰门手里，怕傅家走漏了消息，才下此狠手的？你想的也太多了。魔焰门行事最是霸道，又何必藏头露尾？十有八九是巧合罢了。不过在一个地方同时出现2个元婴修士，的确是不太可能。此事说不定真是同一人所为。是，但是属下只是担心，如果对方是他宗的元婴修士，怎么？一丝线索都没找到，就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？不是。至木灵鹰出逃，你们几个难辞其咎。现在还能留着小命，已经是宗内宽宏大量了。柳师叔，属下绝非胆怯，又为宗内肝脑涂地，在所不惜。师妹，汉师姐，那拘禁灵鹰之人已往南方去了，我们一时半刻也无法追上对方。不过以我与师妹的功法，无论距离多远，都能感受到灵鹰的方位。我们只要远远地探得此人行动轨迹，再向东门祖师禀报就好。
你先将此前事情的经过细细道来。是。此前宁师叔和我等护送灵婴，途经昆木山。入山之后，宁师叔借故将我等支开，私自抗命融合灵婴，不想却被灵婴反噬，随后才……总算是故地重游了。在下韩立，我有黄风谷的升仙令。这块令牌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了。上船吧。时过境迁，风铃依旧。只是此处再也不会有那艘迎接新弟子的船了。黄风谷的大殿，白菊山，和马师伯一起管了那么久的百药园，一切都物是人非。这里倒是什么都没变。果然没错，当时所知甚少。以如今的见识来看，此处灵泉果真是灵眼之泉，虽然小了些，但既已重见天日，便带去新洞府吧。手中的灵眼之物总是不嫌多的。灵气外射。后宫是老子的！别动，都别轻举妄动！可惜了这些傀儡，战力极限也就到此了。若是日后有机会，能获得一些更强力的资材就好了。前辈饶命！晚辈没有恶意，还请前辈恕罪。无意发现此地灵气异常，特前来探查一番。晚辈绝没有与前辈为敌的意思啊！对了，在下于侯，乃鬼灵门少主王禅麾下。前辈认识少主？啊，太熟了，何止是认识，简直是生死之交。哎呀，这事闹的，前辈是少主故交啊！那晚辈更是冒犯了。哎，委实不知是前辈在此，还请前辈将晚辈放下，容晚辈正式赔罪啊！你会错意了。我说的生死之交，实乃你死我活的意思。快跑！
这四散奔逃的情景，和当年倒是相似。我让你们动了吗？跑不掉了，快进！进去！不行了，快跑啊！快回来，交锋了！别追过来！你要去哪儿啊？有这么可怕吗？鬼灵门。两位师叔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适才我们感应了下对方位置，发现灵鹰忽然停止不前，在那儿一动不动，不知是何缘由。莫非是惊动了镜中的灵鹰，令对方有所察觉？哼，怎么可能？此等功法可是你们师祖亲自传下来的，只能单向感应灵鹰的位置。更何况这两地远隔数百里之遥，早就超过了寻常元婴修士的神识范围。总不能我们追的是哪位元婴后期的老怪物吧？不好，灵鹰的位置正向着我们这边而来。什么？真的过来了，而且速度极快，一定是元婴修士。若与此人动手，我们必死无疑。速速施展联合诀，这附近有一处鬼灵门分坛，我们先逃到那儿，对方未必立即攻击。先用阵法掩护，我们逃掉的机会很大。师姐，速速给老祖传信，此间状况绝不是你我能应付得了的。主人的神识还真是强大，全力催动之下，200里外的动静都能感应个8、9不离十。哎呀，不过这下呀，真是麻烦找上门了。谈不上多大麻烦，对面只有2名结丹修士，鬼鬼祟祟的，还能寻机找到我，自然不能让他们掉在身后。尽早铲除，永绝后患。怎么还有其他人？若这样下去，我们便来不及逃进鬼灵门分坛之内了。前面那些鬼灵门修士，好像正向着我们而来。鬼灵门的，是发现我们了吗？玉灵宗来此地做什么？这不是玉灵宗的汉师妹和柳师妹吗？真是稀客呀！怎么办，师妹？要将实情说出吗？灵鹰之事不可泄露，我来想办法拖延他们。原来是鬼灵门赫赫有名的铜鬼二老，可真是巧啊！哦，你们玉灵宗的人来了虚国，招呼都不打吗？二位息怒，因为事情紧急，耽误不得，所以还未来得及通知贵门，绝无刻意怠慢之意。哼，不管你们为何而来，我只想问一句：你们前几日有去过太岳山脉吗？太岳山脉我们没去过，倒是我们身后100里之外有名修士是从太岳山脉方向而来，时间也与2位道友所言对得上。那你们怎会如此了解？难道此人也是贵宗的修士不成？二位，小妹绝对不敢欺瞒二位，刘玉一道心历史，绝不认识此人。二位若还是不信，大可亲自前去一问便知。至于小妹是如何得知的嘛？师妹，不好，身后那人似乎更快了。什么？
我们今日确有急事需要赶路，改日再向二位师兄专程赔罪，如何？慢着！今日我二人奉了碎魂真人的命令，前来探查其后人被害之事。你二人的行踪过于诡异，若是想指认那身后之人，不如与我们一道前去对峙一番。如何？对峙？怎么？二位是想抵赖吗？师姐，怎么办？强行突围。说的那人竟然是元婴老怪，他们想骗我们去送死。废话少说，赶紧跑！能走一个是一个，我去向老子汇报。老鬼，你也快撤！玉灵宗，给老子等着！这帮没用的家伙，白白耽误我们逃命时间。与他们做掩护，给我们逃命的时间增加了不少。快走走！又来了，还是鬼灵门的修士。一共17人，还都朝不同的方向逃遁，是觉得我分身乏术吗？哼！烽火遁术，比元婴初阶的修士也不见得弱到哪里去。哦，是吗？道友跑了如此长的路程，实在辛苦，还是让韩某送道友一程吧。前辈饶命啊！在下是从碎魂真人，乃鬼灵门少主的护法呀！不用介绍了，我记得你。不可能啊！什么？同老陨落了？怎么会这样？完全不怕引起鬼灵门的敌意吗？是正道盟还是天道盟要开战了？不行！必须禀告师尊，来不及了，燃烧精血也得活下来，怎能命丧于此？你逃的倒是比另一人快些。前辈，有什么不能好好说呢？好好说，我还真不知道贵派有这种传统。若不灭了你们，恐怕就该轮到魔道的老怪物来追杀我了吧。进化到如今的噬金虫，连法宝都能吞噬干净了。就是随着强大，控制起来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了，确实需要更强的聚中术了。4名弟子竟然同一时间遭遇了毒手。看来还是低估了元婴老怪的神通了。早知如此，还不如拉着那几个鬼灵门的修士与此人拼一下。
怎么会？竟秋毫未犯，也没有伤我。连储物袋也未曾动过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此人认识我？不可能啊！除了御灵宗的祖师爷外，其他元婴修士我一个都未曾见过。看来柳师妹不是已经陨落，就是已逃出了感应范围。以此人的手段，恐怕是遭遇不测了吧。这位元婴前辈，究竟是为什么没有杀我？恭喜主人，收获不少嘛！别瞎说，若不是此女身上有件令我感兴趣的东西，我是断不会留她性命的。不行，这样下去是逃不掉的。快想想，快想想！活下来！前辈，居然被我碰上了！果然没错，这是七重榜第18位的6翼双弓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主人都已经有了提魂和噬金虫了，这蜈蚣这么厉害吗？这可不是一般的灵虫，此种蜈蚣与噬金虫一样，都是蛮荒时期的上古灵虫。据说它们拥有部分冰属性真龙的血统，一旦进化到了成熟体后，通体雪白，背生6翼，喷吐的寒霜足以覆盖100里。灵虫既已认主，强行夺取自是不行的。再说，御灵宗的控虫秘术，我还是很好奇的。原来如此，主人还真是一心修炼。不过这另一人也放了，是为何呀？汉云之是吧？此女身上总会看到一丝小妹的影子。罢了，反正也没有被她看清面容，就这样吧。终归我的本性还是做不到翻脸无情啊。只要到了西国，就算暴露了，鬼灵门和御灵宗又能如何？也是。这天道盟和魔道本身就是敌对关系，只要不被困在对方势力范围内啊，他们就算再暴跳如雷，也只能嘴上骂骂罢了。不过，主人今日还真是有点……怎么了？
所向披靡的意思。只是几个结丹修士受到青睐罢了。至于所向披靡，得找个机会跟元婴同阶过手才知。哎呦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韩师弟此番游历，可是有什么奇遇呀？四下巡游了一番，灭了几名作恶的魔道结丹修士。魔道？有何不妥吗？二位放心，韩某并未留什么首尾。魔道结丹修士，多半是亲传弟子。好啊！正魔两道都是一丘之貉，我可还记得上次三派事件，他们算计我们的账。师兄还因此受了伤，到现在都没恢复。你此举也算是替我们出了一口恶气呀！师兄过奖。哎，走，韩师弟，咱们喝茶去，边喝边聊啊！来。哎，对了，师兄，听说了吗？近来玉林宗的东门长老和鬼灵门的碎魂真人，在虚国地界狠狠地做了一场。这两个老鬼平素轻易不出山门，这又是为何呀？谁知道啊？反正这魔道之人就没几个正常的。呀，你醒啦？你是谁？道友身上的味道还挺好闻的，兴许是养了不少灵兽的关系吧。罢了，既然你已经醒了，就随我去见主人吧。主人又是谁？这是什么地方？你的问题好多呀。西国云梦山。云梦山。天道盟。哎，行了，别做梦了。把你带过去之后，我还有好多活要干。哎呀，走吧。镇族灵兽，不愧是御灵宗的好弟子，对于御兽之道，还真是钻研颇深呢。
你们为何跟踪我？鬼灵门和魔焰门的修士找上我，也算事出有因。可你们御灵宗，我似乎没有招惹过呀。前辈，禁锢了本宗的圣物，小女子才不得不奉命前来追查此物的行踪，绝无冒犯之意。圣物？你说的是这东西？这灵婴乃是御灵宗花费数代人心血炼制而成的。前辈放心，上面并没有什么禁制标记，是我与一名师姐修炼了一种特殊秘法，方能远距离感应灵婴方位。但若身处天道盟，与魔道相距如此之远，是绝对无法感知的。炼制？这妖婴竟是御灵宗炼制出来的，那肯定大有用处了。此事涉及我宗隐秘，若是泄露半分，想来，给本座听听吧。这赤木灵婴可以和修炼过特殊功法的木灵根修士进行融合，甚至可以凝结替代元婴，直接获得元婴级的修为和神通。直接进入元婴期。若真是如此逆天，你们御灵宗岂不早就一统魔道了？前辈目光如炬，这灵婴炼化的材料的确极其苛刻，核心关键在于需要门内长老作化时溃散的元婴，还需赋予融合仪式，必须5行元婴同时主持才行。这适配者也寥寥无几。更重要的是，依靠此功法，境界的修士拥有的也只是结丹期的寿元。果然，这法子与修炼煞丹一样，都是有很大隐患的速成之法。不过人造元婴，也着实是匪夷所思了。前辈既已知晓，小女子的命也就没用了吧？你之前驱使那几只灵虫，是七重榜上的6翼双弓吧？以你的修为，怎么会拥有这种上古灵虫？放出来，我再看看。前辈也知晓我宗的七重榜。本辈是从一处上古修士的荒废洞府中寻觅到这些虫卵的，本以为是死灵，但没想到机缘巧合之下，终是孵化出了几只。听宗内的长辈说，此虫虽成年后神通无穷，但培育起来却困难无比。等他们长大，至少要上千年的时间，因此倒也一直没人打他们的主意。我自有办法，让他们短时间内提升1、2阶。故而，我对此灵虫还是颇有兴趣的。另外，我听说御灵宗的驱虫术也有些独到之处。这驱虫术乃是御灵宗中不传之秘，若是泄露出去，即使回宗，也是抽魂炼魄的大罪。再说，这灵虫已与晚辈血脉相连。行了，你想说此灵虫自幼便以你精血为养，即使此刻现于我，也无法驱使，是也不是？
本座自不会强夺你的灵虫，不过它们产下的虫卵必须交予我。得到了虫卵和秘术，我便放你离去。晚辈回宗也是死路一条，若是成为散修，恐怕这辈子都与结阴无缘了。况且，晚辈已经知道了前辈的身份和所在，前辈岂会轻易放晚辈离开呢？那你打算如何？难道想让我立下毒誓，还是想用自爆灵虫要挟我？啊不，晚辈不敢，只是斗胆，想向前辈求一个自保之法而已。刘玉自问没有家族背景，在宗内也没有师长提携，一身修为全凭自身侥幸走到今天。若前辈不弃，小女子愿从此拜入前辈门下，恳请前辈收下晚辈吧。只有得到前辈的庇护，晚辈才敢将一切毫无顾忌的告知。否则，即使前辈不杀我，玉灵宗也绝不会放过我的。倒是懂得审时度势。心思细密，胆量也还算可以。2个条件：一，你要受我神魂禁制；二，只是记名弟子，本座的功法未必适合你修炼。这都是应该的，能捡回一条小命，刘玉绝无半句怨言。徒儿拜见师父。事已至此，我自是不会出尔反尔的。你就改个名字，从此加入落云宗吧。多谢师尊成全之恩。你先回去密室调息一下，明日我便带你去见落云宗另外的2位长老。是，师尊。是师尊。主人一贯是不愿意收徒的，说只是要这秘术，完全可以搜魂醒来的。哦，莫非主人对这6翼双弓还另有妙用啊？不错，按现在的进度，想将所有前蓝冰焰全部炼化，最起码也要200余年。而这6翼双弓的寒气，能够大大缩短炼化时间，甚至还有增幅的奇效。音乐，你还记得玄古老魔当初施展的修罗圣火吗？自然记得。那种级别的魔焰，人若是寻常修士，怕是当初在夺鼎时就形神俱灭了。幸亏当时情况紧急，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。否则，若真让他修炼成了，不说纵横一界无敌，也绝对是少有对手。难道主人也想融合此火焰？虽然我不知此火是何来历，但它的威力明显更胜前蓝冰焰。若是我猜的不错的话，
随着六翼双弓的寒气进阶，此火吸纳后的威力只会更加强大。照选蛊的方式，以玄魂阴火作品，随后再将提炼完成的乾蓝冰焰投入其中，再加上六翼双弓的独特冰焰，并以地邪神为加以驱使。到最后，恐怕不会弱于修罗圣火多少。主人纵横天南，真是指日可待啊！就300，想耍赖吗？好，好，好。这是我宗的身份令牌，暂时寄存在这儿。我现在就回客栈找我同门师兄弟借灵石，行了吧？嘿呀，一文不值的破牌子，我要它有什么用？万一你跑了，我还能追到西国去。哎，来，大家都来看看啊！哎，堂堂一个落云宗，竟然还要赖账啊！啊，哎，要打人了啊！哎，看！这怎么还打人呢？是啊，买东西付灵石天经地义的，火云宗的人都这样。你这火云符顶多就值100灵石，是你损坏的吧？啊，自己惹的事当然承认，但是你要不赔，休怪本人不讲情面，通知本城的执法使了。执法使？这必须得通知呀！对，不还是向着你们？这有一些符箓，足以暂定200-300灵石。符箓？这还差不多。哎，这样不行！嗯，干什么？竟然还想抢东西！一张破成这样的旧符纸，看把你紧张！你们落云宗都穷成这样啊！你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只是听阁下3番2次说我们落云宗如何，能当韩某面再说一遍吗？元婴修士，弟子孙火，拜见韩师祖。弟子眼拙，不识师祖真身，多有冒犯，望师祖恕罪。前辈息怒，不知此地发生了何事，可有晚辈效劳之处？没有什么，只是听见贵城的这位店主对我们落云宗颇有微词，故而想让这位道友当着韩某的面再讲一遍而已。啊，明白了，必然是此店主在这胡言乱语，断不敢顶撞前辈。你们几个，还不快赔罪！前辈，晚辈有罪犯了口业，但绝无对贵宗无礼的意思。刚才这位道友损坏的火云符，晚辈祈愿不要赔偿，只当是给前辈赔罪了。对，赔罪了。哎，赔罪了。怎么，你以为我在这里是想以大欺小，占你便宜吗？你这符箓当真是什么大师绝版之作吗？我看看，若是真的，灵石我赔你；若是假的，前辈饶命啊！这确实只是普通符箓，晚辈甘愿受罚，甘愿受罚。前辈请放心，此人如此不守规矩，晚辈定会重罚，给前辈和贵门一个交代。那便交给你了，我也没这闲工夫管这小事。是，前辈放心，都给我带走。跟我走。告诉你，我老老实实的交代。走。是。适才那张旧符纸，再拿出来给我看看。哦。你祖上是不是也出身虚国呀？师祖怎么知道？在家园城里
开客栈的，名叫孙二狗。师祖这都知道？元婴期的神通这么厉害的吗？元婴修士也不是算命先生。这张符箓是我留下的。啊！您就是族谱上记载的那位仙人，晚辈乃孙二狗的第7代玄孙。哎，坐。不，怎么变得这么瞻前顾后起来？当年你筑基了，不也能与我这炼气师弟平辈相交吗？今日让你做，你便做。算起来，自从我结阴之后，倒是没怎么见过你。怎么，不是一直念叨要拜个师傅什么的？其实，当时知道您的真身之后，晚辈倒也想过再去拜访。前辈，您是知道我的，我最不擅长这种事情了。也是，这一点倒是跟以前一样。也罢，你资质不错，只是有些不得其法。这样吧，你回宗之后去白凤峰，寻我新收的结丹徒弟柳梅。平日修炼若有不明之处，可以找他解惑。谢师祖。我也给吕长老传音，你就先去他那间阁楼暂避风头吧。此间鱼龙混杂，须臾之间敌我难辨。城中虽有规矩，但若私下遭了算计，不一定每次都有人助你。是。哎，等一下。你那把剑，我早就想跟你说了，你买的时候让人宰了，不值那么多灵石。这把，你拿去用吧。这怎么好？谢师祖。主人对这孙火还真是格外的照顾呢。没什么，只是此人性子磊落豪放，不善心机，倒像个游侠之辈，总让我想起一位故人。